喂，什么？妹妹找到了，在皇庭酒店，北美今日大婚，我已经先你们一步，给妹夫送上了价值1000亿的投资项，作为新婚贺礼。好，我马上就来。恭喜恭喜，祝你们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。你今天真漂亮啊，新郎官也帅。谢谢大妈，你们今天也很美，快去见。你来干什么？小雪是我请来的，你在这大呼小叫什么？妈，今天是我跟一凡大喜的日子，你把他的前女友叫过来，这不合适吧？你这还没结婚呢，就管起我这当妈的事儿。你要是真进了我们苏家，还不得骑到我头上来？欣欣，少说两句啊！明明是你妈妈她，我妈是你长辈，你让她怎么办？今天是我们大好的日子，别让我妈不高兴，让我妈道歉。妈，对不起。要家世没家世，要能力没能力。当初要不是小雪出国留学，我儿子早娶她过门了。妈，今天我结婚，你说这个干什么呀？一凡，我爸爸到了，你去接他。你去吧，你一来就这样搞，你会坏了我大事的，知不知道？你别生气了，我先去换件衣服。我陪他一起去。你个捡破烂的，滚远点，别弄脏了我们酒店的地毯。我女儿在里面结婚了，我得马上开始你让我这什么？赶紧滚！爸，你怎么样？爸，你刚才怎么说话的？给我爸道歉！让我给捡破烂的道歉，门儿都没有！你不道歉，我等一会儿就去投诉你。这位小姐，我道歉，对不起。算了，爸没本事。在我心里啊，你是最有本事的人。走，我带你进去。还是让爸走吧，看见你幸福，爸就放心了。哎，爸，您胡说什么呢？这婚没你我怎么结呀？走。哎，这个穿的破破烂烂的，该不会是新娘的家人吧？我之前听说搜少爷娶了一个乡下的丫头，没想到是真的。你个臭要饭的，还凑什么热闹？赶紧滚出去！你怎么说我爸呢？我爸不是要饭的。你和我儿子婚礼还没成呢，外没你们的成。妈，一凡呢？你自己老公，我怎么知道？千亿资金已经到账了，接下来就看那件东西能不能到手了。你放心吧，我行不行，你还不知道吗？你嫁进我们苏家之后，你就是我们苏家的人，你的一切都是苏家的，苏家的话你就得听。秦家母，你看我就小希这么一个女儿，看着她出嫁，婚礼一结束，我就回乡下，再也不打扰你们了。这婚还没结呢，谁是你亲家母？你也配？妈，你太过分了！让他留下来也可以，自己蹲到那儿去，别碍了大家的眼，还真是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了！你欺人太甚！我要找一凡，一凡！我先出去应付他们啊。我替小希给你道个歉。秦家母，这是我为小希跟一凡的孩子织的衣服，侄子我这带来，交给他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我这就……哎，爸，这么丑的衣服，你好意思拿出来？你太过分了吧！你凭什么这样对我爸？凭他是社会的底层垃圾！要不是我儿子看上你，你还有资格在这儿吆五喝六？道歉！我让你道歉！你还想以下犯上，打我？你找死啊你！小旭，
一凡，是你妈妈。我只看到你要动手打我妈，这难道还不够吗？儿子，他刚才要打我，这样的女人娶回家，你是想让妈死呀？女婿，不是你看到的这样，是我让你说话了吗？我亲眼看到他要动手打我妈，你的意思是我眼睛瞎了？一凡，不是这样的。小希，只要你当众跪下来给我妈道歉，如果我妈要是愿意原谅你的话，那这婚还是可以结。你脖子上的口红印哪儿来的？你胡说八道什么啊！我让你跪下来给我妈道歉。我问你，脖子上的口红印是谁的？是谁的？你他妈疯了吧你！小希。我算是看明白了，你这口红印是穆千雪的吧？我跟我爸爸在外面受人欺辱，你却跟这个贱人在那里掏钱。你不结了？当初求着我结婚的是你，现在说不结婚的也是你。就在刚刚，全球第一的烽火集团给我的公司投资了上千亿，只要过了今天，我苏一凡就是亿万富翁。你走吧。沈小希，你别给脸不要脸啊！我不要你，我看谁敢要你！不能让他走，东西在他身上，快缠住他！我站住！我都说了，这个婚我不结了，你们还想怎么样？好呀，婚可以不结，但是你跟我儿子谈恋爱3年花的钱得连本带息还回来。好啊，那你儿子当初创业给了他100万，那是我设计比赛的奖金，你们也还给我吧。那是你当初心甘情愿给我的，我又没有逼你。对呀，给的是给的，这借的是借的，你情我愿，凭什么还呀？这是我跟你在一起3年，你唯一给我买的东西，现在还给你，可以走了吗？不行，这办婚礼的钱你也得出了。这我女儿婚都不结了，凭啥让我女儿出钱了吗？婚是她自己不结的，这钱当然得你女儿出了呀。你们敢不敢再无耻一点？反正今天你把钱拿出来，就别想出这个门。我没钱。我可以给你钱，不过我要你戴的项链，并且留在这里参加我和一凡的婚礼。这怎么回事？可怎么要穿上婚纱？只有小雪这样的千金大小姐才能配得上我儿子。真以为能攀上高枝儿就变凤凰了？细看你！爸，是我家人给我的，还给我。小雪都答应替你出几10万了，要你个破项链怎么了？我女儿都成这个样，怎么打人呢？像她这种贱种就该打。这钱就当买你的项链了，拿着这钱怎么办？我再说一遍，把我的项链还给我！来人，把这2个人给我拖出去！你车不是开挺快的吗？怎么停个车磨磨唧唧？二哥，你说话也太恶毒了，好歹我也是个明星啊！好了，别说了，今天咱们的妹妹肯定格外漂亮。走。影帝叶南辰送上庄园国际艺术家叶东庭送上别墅5套豪车10辆，总裁叶占美送上庄园3处别墅10套。请新娘收下贺礼。天哪天哪，居然真的是烽火集团总裁叶占北，风靡全球的影帝叶南城，享誉国际的艺术家叶东庭。也不知道这苏少爷和3位大人物是什么关系，值得3位大人物出如此好礼。指不定呢，3位大人物就是穆家大小姐的亲戚。谁是我妹妹？这些东西都是给我的。
对，因为你就是我们失散多年的妹妹。放心，有哥哥们在，以后没人敢再欺负你了。儿子，我说的对吧？小雪是你最佳的选择。你可真是我的福星，你放心，以后我一定会加倍的好好的对你。把我的项链还给我！什么？项链是你的？什么？项链是你的？他们听到项链是石小溪的，为什么是这种表情？难道烽火集团找这个项链是因为它是认亲信物？这个项链是我家人给我的，我从小到大一直都戴着。石小溪，你想要什么东西我都可以给你，但是这个项链是我亲人留给我唯一的东西。陆千雪，你抢我男朋友就算了，还抢我的项链！什么是抢？明明我跟一凡情投意合，两情相悦。一凡，你前女友在我们婚礼上闹事，你说怎么办吧？石小溪，这根项链就是人家小雪，你如果再继续胡搅蛮缠的话，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完了，把这给我拉出去！我可以作证，我抱小西回来的时候，这个项链一直在他身上戴着。你是他爸爸，你当然向着他了。穆千雪，你是穆家的小姐，你要什么没有？你干嘛非要抢我的项链？保安，保安呢？拖下去！等一等，我有办法证明项链是谁的。把项链给你。其实这个项链是我们父母当初为我妹妹特意定制的，里面有个夹层设计，只有我妹妹的手可以打开。这个项链我从小戴到大，还没发现它有这个功能。石小溪一直戴着都没发现，难道他的会诈？我来试试。把食指放在上面。不可能，这肯定是假的。给我一边待着去！大哥说的话，还轮不到你来质疑。儿子，这石小溪不会真是这三个大人物的妹妹？不知道啊。如果真是这样，我一定要想办法把石小溪哄回来才行啊！光他大哥烽火集团总裁的身份，都能让我们整个苏家一辈子的吃穿不愁了。你来试试。小溪，别怕，我试试。我就说不可能吧，哥，这个项链就是我的。刚才石小溪还大闹我的婚礼现场呢，就他这样的人，怎么可能是叶家大小姐呢？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个玉佩是认亲的信物，我只是想拿回我自己的东西。我看你啊，就是见不得小雪认回他的亲哥哥，故意在这胡闹。在场所有的人都可以证明，这个项链就是小雪的。大哥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夹层，20年前哪有这种技术？所以我就知道这是我妹妹了。再看看，那就让大家跟我证明，这个项链就是他从我手上抢走的。你们说，这个项链到底是谁的？我知道是谁的，就是他刚才大闹婚礼现场。这条项链明明是穆小姐。你这个坏女人，过人家婚礼不说，还抢人家的项链，真没有脸，疯你了！你要女人，坏女人，要女人，坏女人。来人，将所有人赶出去，不要耽误我们认亲。您不觉得这女孩看起来很眼熟吗？小溪就是他们的亲妹妹，小溪就是他们的亲妹妹。住手！小溪啊，一张炮照片能说什么？这项链就是我的。别走，我现在就让保安把他轰出去。闭嘴！啊，让你闭嘴，你听不懂吗？你就是我们的妹妹，妹妹，你跟我们的妈妈真的很像。是啊是啊，找了你好久了，现在变成漂亮的大姑娘了。漂亮吗？小溪，这么多年了，终于找到自己的亲人了。你
一张破照片能说明什么？你们别被他给骗了。就当这是一场梦好了。陆千雪，你够了！瞎了你的狗眼！放过我妹妹这么好的女人，现在就撤回之前投资在你公司的1000亿项目。原来不是梦。小希，我公司现在金融危机，你哥要是把投资给撤了，我就全玩完了呀！看在我们3年感情的份上，你帮帮我，我求你了，替我求求你大哥好不好？让他不要撤资。听你。那你跪下来求我。是不是我只要跪下来求你，你就愿意高抬贵手放我啊？你跪下来给我磕头，磕得我满意了，说不定我就答应你了。一凡，别求他。依我看，这3个人的身份有问题。毕竟像那3位大人物，我们都是听说过，谁也没见过。想冒充，太容易了。没错，石小希肯定是觉得他有一个这样穷的养父，觉着丢人，所以故意找人来演戏的。千亿资金还在我手里，他们根本就不是烽火集团的人，让他们先走。项链，我们再想办法。我叶南城还需要冒充？哥，像他们这种人，巴掌不打到脸上是不知道疼的。妹妹说的对。行了，你们要装就滚回去装。现在，请你们几位离开我和我太太的婚礼现场。你，好了，我们回去吧。喂，什么？你说烽火集团撤资了？班长，怎么回事？烽火集团打来电话，说我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。那3个大人物是真的？小雪，你不是说他们是假的吗？怎么回事啊？现在？一凡，这就只是个巧合。明明是烽火集团的人知道项链被别人拿走了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把项链给找回来。小雪说的对，以烽火集团的能力，不可能这么长时间找不到妹妹呀。你们说的有道理。过几天烽火集团的2公子要办一个画展，到时候我们就一起去问个清楚。你真有烽火集团的请帖？这有什么难的呀？我可是穆氏的千金。哎呀，还真是烽火集团的请帖。小雪，我发现我跟你在一起之后，我是一句话都忘了。那你要怎么报答我呢？没想到石小希竟然是叶家大小姐，看来我得换个计划。妹妹，以后你就跟我们一起住在这里。别傻站着呀，让你养父坐着聊。我身上脏，我还是出去吧。小希都拜托你们3个了。爸，你去哪儿？你要找到你真正的亲人了，应该跟你们在一起。我不管，你是我爸，这辈子都是。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。叔叔，你也别走了。你既然是小希的养父，也就是我们的长辈，以后我们给你养老。大哥说的对，以后我们兄妹4人一起给您养老，您就是我们自己的父亲。谢谢你们，哥哥们。傻丫头，跟哥哥们不用这么客气。妹妹，跟哥哥上楼，哥给你准备了惊喜。什么惊喜？等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哥哥，好了没呀？妹妹，你可以睁眼了。自从你走丢以后，每年你过生日，我们都会为你准备一份礼物，为的就是有一天能够亲手送给你。好在皇天不负有心人，终于把你找到了。怎么又哭了？还是跟小时候一样，爱哭鬼。我真是开心的。快看看，看看你最喜欢我们3个谁给你准备的礼物。
只要是哥哥们准备的，我都喜欢。那可不行，今天你必须挑一个最喜欢的。你们能不能不要为难妹妹了呀？只要是你们送的，我都喜欢。好了，我们不为难妹妹。哎，对了，妹妹，那个苏一凡和慕千雪，你打算怎么处置啊？大哥，他们在婚礼上欺负我们妹妹，依我看，直接把苏家和穆家封上，这样太便宜他们了。你们急什么？就听听小溪意见。谢谢哥哥们为我出头。苏一凡玩弄我的感情，苏母在婚礼上欺辱我的养父，这个仇我一定要自己报。大哥支持你，苏家公司那边我已经撤资了，还需要什么帮助的话，尽管跟大哥说。还有二哥，无条件支持你，只要妹妹一句话，三哥义不容辞。二哥呀，为了这个画展，到时候你来画展上，我要把你介绍给所有人认识。你又抢先一步，等三哥开演唱会，我一定给你留一个超级 VIP 贵宾席。哎，他不靠谱，少跟他混。瞎说，你那个画展我也要去。好啦，我们都去。来，把玉佩收好。从今天开始，在帝都再也没有人敢对你指手画脚。睡了。小妹的仇到底怎么报？让他自己来吧，只要他敢想，没有什么不能做。慕千雪，苏一凡，我一定会让你后悔所做的一切。大哥外冷内热，二哥一说又腹黑，三哥冲动搞怪，这么多年没见，他们恨不得把我掰成三份儿。三个妹控真是难搞。三哥，很痛的。谁让你没发现我们？我们都站你身后半天了。大哥呢？大哥日理万机的，忙着呢，一会儿就过来。怎么样？画的不错吧？二哥画的实在是太好了，受小妹一拜。敢问二哥是如何作词佳作的？这照片画的呗，就比我手就行。说的这么夸张，我怎么看不出来？那还是你没本事，就你张嘴了是吧？对了，小妹，我跟你三哥还有点事儿，要去见一些朋友，你先转一转，一会儿回来找你啊。万恶的妹控！石小溪，他怎么在这儿？我们去问问不就知道了吗？今天就他一个人，我看着还怎么垮。石小溪啊，石小溪，就算你是一个大小姐，碰上苏一凡这么个二愣子，只能算你倒霉了。你还真是阴魂不散啊，你石小溪。知道我今天要来这个画展，特意在这等我，对吗？你在这里狗叫什么呀？你说什么？石小溪，为了弄到烽火集团画展的门票，爬了几个男人的床了。我说你怎么进得来这么高端的地方啊？原来是用了这些见不得人的下作手段。造谣真是一张嘴就可以，那我是不是可以说，你能来这儿也是跟别人睡呀？真是士别三日，当刮目相看啊！像你这种乡下来的土包子，能看得懂这幅画吗？你看得懂？那你来讲讲。这幅画是叶家二少爷为了缅怀自己兄妹的快乐生活，特意所画。想必叶二少在画这幅画的时候，一定是非常快乐。这照片画的呗，就比我手就行。你可真是这个。可惜了，这么好的老公，你不知道好好珍惜啊！这种垃圾，你想要捡去就好了。你鼻子痒了是不是？大家看过来啊！家暴男要打人了！贱货，我今天我！贱货，我今天我！你打！想死是吗？哎，大哥，你看我这不是没事吗？这就是你的那个男人吧？上次冒充烽火集团总裁的人也是他吧？你眼光还真不错。这个男的除了高点儿、帅点儿，其他的哪点比得上我？小薇，这种人当时怎么会和他谈恋爱？别问了，老有病呗。
你别以为现在有人护着你就嚣张啊！你可别忘了，你还欠苏家几十万呢。对，赶紧把你项链交出来，否则的话，我们今天好像是来办正事的啊，先走对了吧？好，一凡哥，我听你的。项链，你二哥他们来了，那你先去找二哥他们，我有点事情，晚完去找你。好。让你查的事情怎么样了？现在只知道那个苏一凡让大小姐拿项链来抵债，大小姐不愿意。我猜想他们是不是还在想用项链来获得千亿项目的资金？那苏家没那个胆，那有可能是穆家。给我查那个穆千雪。他怎么一呼不散呢？我早晚要收拾他。算了，一凡，我去给你打个电话，在这里等我。那你快去吧。喂，是我。项链拿到了没有？出了点意外，没想到那个石小溪居然是烽火集团总裁的妹妹。等拿到了项链，拍上海外的关系，烽火集团算个屁！放心吧，苏家是个傻小子，还有一点用。石小溪，你旁边那个男的怎么哪儿都有你啊？你烦不烦呢？不要以为你能罩着我，我就不敢动你。明明出轨的人是你，你凭什么气啊？该气的人是我才对。你别跟我说别的。我问你，项链在哪？叶家大宅，你不会不知道在哪儿吧？你不会真把自己当成叶家大小姐的吧？你配吗？对，我不配，你配行了吧？你今天不把东西拿出来，我要你好看！小美，没事吧？二哥，我没事儿。又是你们两个啊！你想死啊？三番两次来骚扰我妹妹，是你妹妹三番五次骚扰我，你也不撒泡尿照照你自己，你也配得上我们叶家的大小姐？你们告诉我，我是谁？叶家二少爷叶东庭。小子，你现在知道你招惹的是谁了吗？你现在知道你招惹的是谁了吗？这小子真猛，还敢惹叶家！我听说，只惹了叶家人都见不到第二天的太阳。小溪，你想怎么处置他？我靠，居然尿了！快点把他拖出去吧！把他拖走！是。事情处理好了。现在还想报仇吗？想，我不光要报仇，我还要闯出一番自己的天地。好，你明天去新公司认识总裁，这两个人就交给自己处理了。对了，大哥，可不可以先不要公布我的身份？为什么？因为如果这样的话，我身边就会都是好人。好，今天的事谁敢外传，就是跟我叶家作对。小月，她居然真的是叶家大小姐，你后悔了吗？我当然后悔啊！那可是帝都第一家族，可是你现在后悔有什么用呢？叶家已经把你给记恨上了。救救我！只有你能救我了，小溪。这件事情我们穆家也上不了台面吧？那我该怎么办？难道要我跑路离开帝都吗？怎么会呢？我还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过几天有一个珠宝竞标会，只要我们能够在竞标会上拿下竞标，就能一跃成为帝都的顶级家族。到时候叶家就算想找你麻烦，也得掂量掂量。我拿什么竞标啊？你还有我呢，明天啊，就带你去找我叔叔借钱。等我拿下了竞标会，就让石小溪这个贱货跪在我面前给我当狗。我就坐在这里，什么都不用做吗？工作已经全部分配下去了，有专门的负责人在处理。就没有什么文件需要我签字或者处理的？并没有，叶总交代了，石总，你只需要负责开心就好。那这样，我还不如回家躺着呢。
石总留步，这里有一份合作项目书，是需要去对方公司签约。你早就该这样了嘛！我跟你说，该我做的事情都交给我来做，不然的话，真两条都不干了。是，这真不能让我背锅呀！都怪叶总太宠爱他这个妹妹，生怕她累着半点儿。石小溪，石小溪，我今天今天你必须付出代价。你不过就是投了个好胎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行了，我可是很忙的，没空跟你们这些下层人浪费时间。你知不知道这家公司是人家小雪叔叔开的呀？包括你手里这份合同成不成，都凭小雪她一句话的事。你在我这烧上个什么劲儿啊你？想必你也是来谈合作的吧？你现在害怕了吧？既然这家公司是你叔叔的，那就没有谈合作的必要了。你以为你是你大哥吗？你说不合作就不合作啦？那我就让你看看我到底有没有这个权利。让易尚集团的老总1分钟之内过来见我，否则的话，烽火集团地城分部就立马取消跟他的合作。叔叔，这个贱人不长眼睛冲撞了我，你赶紧叫人把他给我赶出去！我看不长眼的是你呀！叔叔，你拿我说什么？你敢对烽火集团地城分公司新上任的总裁不敬，我打你一巴掌都是轻的。我怎么不知道这件事啊？你算什么东西？人家的事儿要告诉你吗？你看咱们合作的事儿，不用继续了。等会儿，你现在还不能走。你下面不痛了呀？我操！对不起，大小姐，我来晚了。我没事儿。我说的不必继续了，不单单指这次合作，我们以后所有的合作都不用继续了。小溪，你瞧瞧你，我好不容易谈下来的一个合作，就让你给搅没了。哎呀，叔叔，那叶家的项目黄了就黄了呗，我这儿一个大的。什么项目？过几天呀，有一个珠宝竞标会，我那边有人，这次我们一定能成功。要多少钱？5000万。您不妨大胆一些，5个亿。只要5个亿，咱们就能飞黄腾达了呀！一才让我黄了一个大项目，现在又骗我投5个亿，小雪，石小溪这个贱货这么一闹，你叔叔的资金肯定是没戏了呀！这现在该怎么办呀？你先别着急，实在不行，我回家找老爷子要去啊，不少没有资金翻盘。有你真是我的福气。妹妹，我听金助理说，你去签合同的时候又遇到那2个人了。我没事儿。真没事？可不是骗哥。哥，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而且我刚刚还打脸他们了，可解气了。你下次出门啊，还是得给你派2个保镖才行。要不要这么高调啊？我都恨不得派车人保护你。哦，对了，过几天有个项目竞标会，你替我去，我晚点过去接你。放心，我保证拿下这个项目。项目什么的呀，不重要。我听说那个苏一凡也会去，我希望你能自己处理好。如果有需要的话，就找金助理好了。正完成任务，这次我要让你们身败名裂。小雪，你这次真的有把握吗？放心吧，我这次的设计图纸可是找顶级的设计师设计的。那5个亿呢？已经打点出去了，全打点出去了。我们这次的项目挣的可是5亿的几10倍，你就放心吧。万一他要是……没有什么万一，花的又不是你的钱，赶紧进去吧。怎么了？我好像看见石小溪了，他在哪儿？刚从前面走过去了。今天看我怎么让你好看！
我看你今天往哪里跑？妈，这里没人啊。石小溪，我知道你在里面堵着，赶紧给老子滚出来！你不出来是吧？那我可就进来了。一凡，你刚才的样子太可怕了。对不起啊，刚才吓到你了。只是我想到石小溪这个贱货，我真的是忍不了。你放心，等我们拿到竞标合同，那个石小溪不过就是待宰的羔羊。干嘛火气这么大呀？要不要玩家呀？这穆千雪也不嫌脏啊，试不下去。这么刺激的东西，可不能光让我一个人享受。妈的，石小溪这个贱货，竟然用这么下作的手段来整我们！这么刺激的东西，可不能光让我一个人享受。但是刚才好刺激呀！那要不咱们进去再来一下？还行吗你？看来刚才我没满足你啊。等会儿还有招标会呢。哎呦，差点把招标会给忘了。等竞标成功，想怎么玩都可以。哎，他们在说什么？进去看看。是谁啊？在厕所？哎，他们在说什么？进去看看。就是这对狗男女，真是够疯狂的。现在这年轻人，这小刀总屁股真开眼了。怎么了这是？一凡，我想要。丢死人了！滚了，都给我滚！这下全完了，一定是石小溪干的，贱货！石小溪，给我滚出来！我杀了你！石小溪！哎，你可真是个目无王法的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儿，你要杀人啊！你这个贱女人！你要杀人啊！你这个贱女人！我今天大哥，你来啦！他刚刚说他要杀我。就你这样，还想杀人？哼！看来还没睡醒啊！来人，帮他醒醒！你来干什么？不是？哎，我跟你说，好血腥，好残忍，好刺激啊！对不起啊，大哥，我破坏今天招标了。没关系，我们家不差这点。那个女的怎么处理？算了，她这辈子算是毁了。你还是太善良。我
我这叫大发慈悲。好，别跟我头发，我都要被你薅秃了。今天的事你也完成了，剩下的就交给大哥吧。那我就先回去了。去吧去吧。牛了，叶家办事，无关人员出去。不了，把他带过来。从现在开始，我问你答，说错了，我和你知道。听见没有？听见了。大点声！听见了，听见了。项链是怎么回事？是这样，我听说那个烽火集团他要找一根项链，我发现石小七身上戴的和那个一模一样，所以我就拍了个照片发过去了。你没有将消息告诉小七？没有啊，我就是想拿到项链，然后一脚踹了他。我错了，好不好？我以后再也不敢了，你们放过我行不行啊？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继续说。说什么？为什么后面还要拿项链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是穆千雪一直鼓捣我这样的啊！对，这事情全是因他而起，你问他呀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把他带过来。他的下场你也看到了，不想受，实话实说。听见没有？为什么要拿项链？是海外的一位皇室公主看上的项链，我在留学的时候认识的。我想通过项链跟她合作，所以你就一直鼓动这个弱智。你其实早就知道我们的身份了。这个贱人，你敢害我是吧？让你说话了吗？好了，事情我也大概了解清楚，剩下的交给你们吧。小点心，被玩死。别过来！别过来！别过来！怎么了？小妹呢？小梅一回来就把自己锁在房间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估计是大仇得报，压抑的太久了吧。妈的，还敢出现在小七面前？是小妹自己动的手吗？我们啊，都太小看我们小妹了，她可没有这么简单哦。快给我讲讲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她用计让这对狗男女在厕所乱搞，然后通过监控把视频播放给所有人看。不愧是我妹妹，你自己没腿吗？太激动了。那两人现在呢？估计还在会车讨吧。小妹这样子，万一持续很久怎么办？对啊，长时间这样会熬出问题的。哎，不是说美食可以治愈一切吗？咱们明天早上给她准备一顿好吃的。我看行，那就按照3姐说的办。哇，三个岛。好了，看看我们给你准备什么好吃的。哇，哥哥们，这些都是你们给我准备的。对呀，如假包换，这些呀都是我们亲手给你做的。哎，你二哥我这辈子画了无数张画了，这要说做饭也是头一回，你先凑合吃啊。如果不喜欢的话，我回头去报个班学一下。这不是你二哥三哥昨晚看你心情不好，所以想着做一些好吃的。大哥，说的好像你不担心一样。妹妹，你别不高兴了，大哥最在意你了。到时候他专门为了这件事回去开一个紧急会议，到时候让所有人给他出主意。妹妹，你终于笑了。对不起啊，哥哥们，我让你们担心了。傻妹妹，关心你是应该的，你是我们妹妹。快来尝尝我们给你做的早餐。好好吃。
每次图纸泄露之后，都能第一时间找到内鬼。等到第2次又出现同样的情况，这已经是今年的第3次了。金秘书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是的，你是怀疑这个真正的内鬼还在公司设计部？没错，内鬼就是设计部员工。金秘书，你帮我准备一下，我要以新员工的身份入职设计部。你这是？我要深入设计部，到时候是人是鬼，一查便知。各位，手中的活先停一下，给大家介绍2位新同事。我有个小道消息，我们公司叶总的亲妹妹在这次设计部招的新人里面，真的假的？内部消息，千真万确。完了，本来还想深入底层揪出内鬼，这下连身份都稳不住了。大家好，我叫叶玲玲，日夜的夜。大家好，我叫叶玲玲，日夜的夜。这个叶玲玲啊，跟我们叶总是一个姓，难道她就是叶总的亲妹妹？我看呀，8九不离10。这姓叶的多的去了，一个姓就断定她是我大哥的妹妹，未免也太草率了吧。既然大家都知道了，那我就不隐瞒了，我就是叶总的亲妹妹。你是叶总的妹妹？怎么，难不成你是叶总的妹妹？算了，我还是先捂住马甲，把藏在设计部的内鬼揪出来再说。我当然不是。你这个乡巴佬也不拿镜子照照，就你这穷酸样也配跟我搭话？行了，既然大家都认识了，散了吧。我的工作交给你了。凭什么？就凭我是叶总的妹妹，你要是想在这里继续干，就把我交给你的工作做了，不然你就收拾东西给我滚蛋。对了，你要是想开除我的话，叫叶总过来找我。你还不够格。石小溪，你给我等着！我有叶总妹妹这层身份，我看你一个小员工怎么跟我斗。儿子，你这怎么了？儿子，你这怎么了？怎么回事？都是石小溪这个贱女人干的啊！她怎么把你打成这样呀？不是她打的妈，是她那3个哥哥。那天婚礼上那3个大人物是真的，石小溪真是他们的亲妹妹。那小雪知道这个事儿吗？别给我吹那个贱女人！穆千雪早就知道那3个人的身份，她一直瞒着我不告诉我。怎么会呢？小雪那么爱你的，都是假的，假的嘛！咱们被那3个人惦记上了，咱们家不是也倒霉了呀？不行，我绝对不能让这个贱女人骑在我头上。这个仇我必须要报，对，我要报仇。儿子，妈有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妈帮你，只要你把生米煮成熟饭，然后再拍一个视频，到时候石小溪他就得乖乖听你的话。他们3个哥哥那么宝贝他，肯定不敢把你怎么样。对，这个办法好嘛？那到时候你一定得帮我呀！啊！好了哥，我先不跟你说了，我要开车啦。苏一凡，你来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当然是过来干你啊！苏一凡，你给我放开！苏一凡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是敢碰我，我哥不会放过你的。放过我？石小溪，今天我只要把你给上了，把视频录下来，你以后就是我苏一凡的一条狗。苏一凡，你给我放开！小子，你他妈多管闲事是吧？你谁呀？我是你爹！我操，你找死！他住手！滚！傅庭山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毕业之后不是出国了吗？出国了又回来了。这个说来话长，那个苏一凡没伤到你吧？我没事，谢谢你啊。我操！
欺负我妹妹，你找死！你们要干嘛啊？带走。不是，你们干嘛？放开我！你感觉怎么样啊？还疼吗？大男人这么一点小伤不碍事。大哥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今天晚上要不是霍廷生，我就被苏一凡给欺负了。谁知道大哥一上来，不分青红皂白的就揍人家。我这不还是以为他欺负你。小希，没事儿，你哥也是为你好。用不着你替我说话，你的医药费我会双倍付你，别想趁机讹上我妹妹。哥，人家今天好歹帮忙了，你怎么这么说话呢？是啊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，你再怎么样也不能打人呐。行了，妹妹，你也累一天了，你早点休息。这里的事儿交给你三哥处理，我和你二哥会好好劝告你大哥的。你一个人回去能行吗？没问题的，你快去休息吧，明天见。谁和你明天见？说吧，接近我妹妹什么目的？我正好路过，所以就想了她。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上一个欺骗我妹妹感情的渣男已经被我们扔出帝都，再也不会出现了。再不说，我不介意多疑。我承认我是喜欢小希，可是我不会骗她。果然，你是冲我妹妹来的。我们妹妹单纯，我们三个做哥哥，是不会让你们这些坏人有可乘之机的。对，我劝你啊，你趁早死了这条心。我知道你们还不相信我，但是我会用时间向你们证明我对小希是真心的。二弟三弟，现在外面有一头猪想拱我们家白菜，怎么办？放心，有我在，方圆3里，我不会让他靠近妹妹半。撸起袖子，干他！对了，大哥，那个孙一凡怎么样了？他不会再出现了。哥几个，你们放过我吧，好不好？你们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们啊！鱼儿已经放生了。孙一凡，孙一凡，孙一凡。你们这是以后我们3个轮流送你上班。让他们送我去上班，等会儿身子想捂都捂不住。哎呀，哥哥，我可以的，而且大哥，你不是给我请了保镖的吗？我不会再出问题了。别让哥哥们担心。好吧，那我今天坐大哥的车，明天坐二哥的，后天坐三哥的。没问题。他在高中的时候都不知道怎么进了咱们公司啊！来了。奇怪，今天这些人都是怎么了？我还以为你有多了不起，不过是一个连大学都没毕业的高中生。你这种低学历的也配进烽火集团？烽火集团向来以实力说话，就算我是高中生毕业，我实力强也可以进。能力？你这种高中生能设计出来什么的好作品来？别说我看不起你啊，你要是能设计出来好的作品来，那我就跪下来给你舔鞋。这是你说的？这设计的不错啊，说是大师作品也不为过啊。尤其是这配色，让人简直眼前一亮。这也就一般般，你要是真有本事，等会儿就去替公司拿下 King 的订单。King， 天啊，这个 K 可是娱乐圈出了名的男狗。目前为止，燕队服装公司还没有哪一家能入得了他的眼。我们公司光为了这次跟他见面，都花了1个月的时间来排队。人家可是顶流，挑剔点也正常。我把话放在这儿，如果你能拿下 King 的订单，那我叶玲玲任凭你处置；如果你拿不下，
那就收拾东西滚蛋！敢不敢接受我的挑战？当然，你要是不敢接受我的挑战，可以直说，我们都不会笑话你的。毕竟你才高中毕业，能力有限。好，我接受你的挑战。好，我接受你的挑战。石小溪啊，石小溪，这个 King 可是油盐不进，你就等着被赶出公司。我只给你30分钟，有什么长话短说。三哥，妹妹，怎么是你啊？三哥，原来他们口中说的 King 就是你呀！大哥不是让你当总裁吗？怎么跑到设计部当设计师了？这件事说来话长。三哥，我有件事情想请你帮忙。只要三哥能帮忙，别说一个忙了，多少个忙都没问题。就是三哥，以后你的服装定制能不能交给我们公司来做呀？当然没问题啊，这钱给谁赚不是赚，正好让你赚点零花钱。谢谢三哥，我们一定会给你设计出最帅的衣服。傻丫，跟自己哥不用那么客气，以后有什么事儿直接联系哥的个经纪人，到时候把哥经纪人微信一加，以后关于服装设计的细节，你直接跟他联系就行了。那个霍庭生今天没来找你吗？没有啊，怎么了，哥哥？你找他有事儿？没事儿，一点事儿也没有，最好以后也别见到。三哥，我怎么感觉你跟大哥他们好像都不喜欢霍庭生啊？谁喜欢孔子这白菜的猪？你在嘀咕什么呢？没事儿，这不是怕他对你图谋不轨吗？想让你远离他。不会的，他不是这样的人。你年纪还小，有些人啊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听哥哥们的准没错。我听你们的。小丫头，你签合同吗？签啊，这可是10万火急的事情。哥哥，请签字。那我就先走啦。用完就扔，还真是不客气。姐，我们走。好。愿赌服输，收拾东西，赶紧滚吧！你怎么就知道我输了呢？你进去连5分钟都没到，不是被拒了，还能是什么？不过你的学历就摆在那里，被拒绝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。给我睁大你的狗眼，好好看清楚！给我睁大你的狗眼，好好看清楚！这不可能！你连设计服都没出 ，King 怎么可能签约？这份合同一定是假的。King 就不能是看到我的设计能力被我折服吗？假的，一定是假的！这份合同如假包换，倒是你在这胡搅蛮缠吧？除非你把 King 叫过来为你做证明，不然我们是不会相信的。三哥这会已经走了，打电话叫他回来不合适。虽然我已经大概知道设计部的那个是谁，但是暂时还不能引起同事对我身份的怀疑。谎言被我拆穿，你不敢吧？难不成这石小溪真的在说谎？看他们心虚的样子，十有八九。谁说他不敢？谁说他不敢？天啊！我居然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接触到 King， 本人简直太帅了，帅了无懈可击。连 King 都替他说话，难不成这合同真是真的？我是我们公司叶总的妹妹，很高兴认识你。你是叶总的妹妹？难道这个 King 真的跟我们叶总认识？是啊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没什么，只不过这叶总的妹妹和想象中的不太一样。我们公司这个同事为了赢比赛，在这里扯火。他说他跟你签了长期合同。他没有说谎，我对他的设计很满意。这份合同是我的亲笔签名，如假包换。这个合同是我的亲笔签名，如假包换。这石小溪也太厉害了吧！这么多公司 K 都不满意，他一出马就拿下了合同。可不是嘛，他简直呀就是我的偶像。
东西已经拿到，可以走了。期待与你的合作。我一定会加油的。可恶，居然还真让石小七拿下了合作。算你有本事。等会儿，别着急走啊！你想干什么？你自己说的，愿赌服输。我是叶总的妹妹，难道你还想开除我不成？我没想开除你，你们叶家的别墅肯定又大又豪华。你既然是叶总的妹妹，带我们这些同事去看一看，对你来说那不难吧？这有什么难的？就明天我带你们去我家开开眼界。明天大哥他们都不在家，他可真会挑时间。不过我倒要看看这个叶玲玲没有密码，怎么进我们家别墅。没想到你真的招来了，石小溪，你这是什么话呀？我自己家，我能不知道在哪？我现在就开门带大家进去，免得有些人对我的身份总有所怀疑。大家别愣着，快进来！我就是说玲玲是不会骗我们的。有些人呀，就是见不得别人好。本来我不想这么高调的，可是叶玲玲一再招惹我。既然如此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大家随便坐。玲玲，你家可真是又大又豪华呀！真羡慕你有一个这么有钱的哥哥。这个别墅2楼有一个观景台，你不带我们去看看吗？这个别墅2楼有一个观景台，你不带我们去看看吗？石小溪怎么连这个都知道？难道他认识叶总？不对，他要是认识叶总，知道我是叶总的妹妹，早就拆穿我了。他肯定是故意诈我。这2楼确实有个观景台，但是我哥不喜欢别人靠近他房间，我就不带大家上去了，希望大家能理解。当然能理解，石小溪，你差不多得了啊！人家玲玲能请我们在家里做客，已经很客气了，你别在这儿得寸进尺。就是，搞到这儿呀，像是你家一样。没错，我就是叶总的妹妹。你可别逗了，叶总姓叶，你姓石。如果叶总是你哥哥，你怎么不知道别墅的密码，还让琳琳带我们进来？这见过不要脸的呀，还没见过这么不要脸，居然敢冒充叶总的妹妹。石小溪，我知道你看到这么豪华的别墅，难免羡慕。你就算羡慕，也不该冒名顶替呀。我没有冒名顶替，叶战北就是我哥哥。我没有冒名顶替，叶战北就是我哥哥。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！玲玲，你给你大哥打电话，让他回来打烂他的脸。我哥他平时挺忙的，这种小事还是不要麻烦他。也是，叶总这日理万机，没时间处理这些小事。不过有你们大家相信我，他石小溪想冒充也没用。玲玲，你放心，我站在你这边。我也挺你。我也是。果然，现在赝品比正品还受欢迎。说谁是赝品呢？说你呀，还能有别人吗？既然这个电话你不敢打，我打。难道这个石小溪真的是叶总的妹妹？谁敢冒充我妹妹？谁敢冒充我妹妹？玲玲，别怕，你大哥回来了，石小溪他死定。这死定的人是我啊！叶总，石小溪他不带欺负玲玲，而且还是说自己是你的妹妹。敢直呼叶总妹妹的名讳，该死！他真的是叶总的妹妹？还不到哥哥这儿来？大哥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不回来，怕是有些不长眼的敢直接到你头上来了。叶总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有意要冒充您妹妹的。
请您看在我妈这么多年为你尽心尽力打扫别墅的份上，饶过我吧。亏我这么相信你，没想到你是叶总家钟点工的女儿。你一个钟点工的女儿，也敢冒充叶总的妹妹？难怪他知道我们家别墅的密码，原来是这里钟点工的女儿。你妈和你现在被开除了，从今天起不准踏入叶家和烽火集团半步。现在滚出去！等等，你还不能走。你不跟我解释一下吗？我不要挑战我的耐心，否则一会儿你想说，我都不想听了。是总监让我这么干的。总监？对，是总监找我们来，他给我们100万，专门偷设计图纸。如果被发现了，我们就去顶替。为了100万去坐牢？像你们这种家庭的人是不会理解100万对我们来说是何等的巨款。我不懂，我怎么会不懂？可就算我再穷，我也不会为了钱去偷去抢。好了好了，别说了，你先上去休息，剩下的交给我吧。我大概也上午休息。大小姐，请跟我来。你妈在我家做事，应该多少知道我的风格，自己解决好。谁欺负我妹妹？告诉我，看我不把她家给掀了！大哥已经教训那个人，而且把他赶走了。不是三哥说你啊，你平时在外面凶一点，不然别人觉得你好欺负呢。你呀，就是心太善。上次那个什么穆千雪抢你男朋友，你觉得给点小教训就翻篇了？穆千雪，这也不算是帮我清理了一件垃圾嘛。再说了，大哥已经把他家公司打压得快要破产了，也算是给了他一个教训。上次要不是你替穆千雪说话，以我们大哥的性格，在穆城早就没有木匠。别在小溪面前败坏我形象啊！就你这形象，不需要我来败坏，好吧？我看你最近挺闲啊，我出资给你公司开个全国巡回演唱会啊！大哥，我错了，小溪，你哥哥我完全是在胡言乱语。大哥最心善、最温柔了，我不够温柔啊！二哥，拜托拜托，你就别来凑热闹了。最近霍林生那小子有没有出现？我从小溪去上班的时候没见到他呀。我去接他的时候也没有看见他。这就奇怪了。因为他知道我们不同意，所以知难而退了呗。反正继续盯着，不要给那小子可乘之机。施总，叶总那边需要我去帮忙，我给你物色了几个合适的助理人选，你看选哪一个做你的助理？金助理，你看着安排吧。施总，你看这个怎么样？行，就他了。施总，那你忙，我去跟他交接一下工作。好。终于忙完了，谢谢。霍庭生，是你让我做你助理，你忘了啊？施总，你看这个。行，就他吧。我当时随便瞄了一眼，压根儿没看到是他。没忘，我这不是太忙了，给忙忘记了吗？现在到饭点了，我们去吃饭吧。好。哎，小心！臭小子们动了！大哥冷静，别当着咱妹妹面上。别动！外小子，你手放哪儿呢？大哥别拦着我，看我把你杀了！冷静。事情就是这样的，霍庭生只是顺手扶住了我，没有占我便宜。扶就扶吧，这手也不知道老实一点。哥哥，我手不放腰上，我该放哪儿？谁是你哥？哥哥，你们能不能不要对霍庭生这么大敌意？敌意不存在的，我们这叫面冷心热。妹妹，到饭点了，走吧，我和你二哥带你去吃饭。多少钱？说个数。离开我们。我说了，我喜欢他，和他在一起不是为了钱。
1个亿，离开我妹妹。接受就对了，这1个亿足够你下半辈子。我提示你。这是2个亿，麻烦叶总以后不要打扰我跟小西。想都别想，绝对不会同意你和小西在一起。你放心，我也绝对不会放弃追求小西。大哥，这小子够嚣张的，敢跟大哥你叫板。以1敌3，不自量力。不过这小子深藏不露啊，不动声色拿出2个亿，看来得查一下他的底细。对，知己知彼，才能百战百胜。他要是敢对我们妹妹有企图，我去灭了他。二哥，你打算用你们话语灭了他？你小子，我就不能找人灭了他？能。哎，对了，你不是认识很多小姑娘吗？对呀，看来我只能用女人把他给打平。我就不相信他不贪财还不好色，可以一试。如果他能抵挡住诱惑，对小西真心的话，未尝不会考虑让他做我妹夫。哎呦，大哥，你这是站出感情来了。我是希望小西幸福。多穿点，小心感冒。你帮我。上次要是感冒了，可就是我这个做助理的失职了。就说他怎么可能喜欢呢？你在嘀咕什么呢？霍庭生，我记得你家挺有钱的，怎么跑过来当助理了？不用接吗？不用，全是广告。上次你好像问我怎么突然回国了，现在我可以回答你，是因为我听说我喜欢的人单身了，所以我回国来想重新追求他。小西，其实我……妹妹，小西，其实妹妹，妹妹，下午我要进补，你那个助理不在，借你助理给我用一下呗。可是霍庭生什么都不懂呀。没事儿，让他陪着我就行了。三哥，你不是一直都不喜欢他吗？怎么突然让他陪你啊？瞎说，我跟他呀一见如故，是吧，好兄弟？是呢，叶大明星。好吧，那下午就辛苦你陪三哥去剧组了。好，没事儿。我特意给霍庭生安排了美女，我看他怎么把持得住。叶南城，你给我下药，我和你没完！你们2个给我好好伺候他。上次你好像问我怎么突然回国了，是因为我听说我喜欢的人单身了。哎呀，石小溪，醒醒，别胡思乱想，人家有没有说喜欢的那个人是你？不知道霍庭生跟三哥现在相处的怎么样啊？不行，我得去看看。请问 King 在吗？你去问问门口的保安是干什么吃的？怎么现在什么人都往里面放？林大姐，他只是个问个人，不是有意要打扰你休息的。要不算了。什么时候轮到你来教我做事了？他不过是帮我问句话，你用得着这么道气吗？我的助理，我想打就打哦，你也不拿镜子照照你自己。King 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吗？我劝你识相点，赶紧滚出去，别在这里丢人现眼。我要是不出去呢？那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。把他给我扔出去！我看谁敢！我看谁敢！
叶前辈，这里有个人不自量力，想要接近你。我看不自量力的人是你吧？她是我妹妹。叶前辈，我不知道她是你妹妹。不知道就可以随便欺负吗？叶前辈，我错了，求你饶了我。把她给我拖出去！我不想在娱乐圈看到她。是。叶前辈啊，求你饶了我吧！叶前辈，叶前辈，怎么样，三哥帅吧？特别帅。三哥，霍庭生怎么没跟你在一起？三哥，霍庭生怎么没跟你在一起？你们两个给我好好伺候他。三哥，霍庭生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？瞎说，他怎么可能出什么事儿？我找了2个美女陪他呢，他好着呢。小心，我胡说八道了。三哥，霍庭生到底在哪？他在隔壁房。哎，小心，你还别过去了。霍庭生，霍庭生，小溪，我在这里。霍庭生，你没事吧？我没做对不起你的事，我是不是很厉害？牛啊！下这么猛的药还能挺住，真的。三哥，这小子怎么样了？现在已经没事了。我说哥，你能不能不要胡闹了？让你胡闹，差点闹出事来。大哥，这不是你说好的结婚，二哥也没少赞成。老三，快住嘴！不行，这事你俩都参与，人人参与，人人有份。好啦，你们不要再吵了。我跟霍庭生之间不是你们想的那样，而且霍庭生跟苏一凡不一样，他不会伤害我。大哥，我知道你是害怕我被伤害、受欺负，但是你们这样一味的保护我，只会让我永远活在你们的保护之下。你可以谈恋爱，但霍庭生不适合你。为什么？他有未婚妻。骗你也会骗我。小溪，今天我真的好害怕，害怕做出对不起你的事情。你有未婚妻？家里人给我介绍的，但是我从来都没有答应过。本来我想等处理好所有的事情再去向你告白，但是经过今天的事情，我等不及了。你没有骗我吗？傻瓜，我怎么会骗你呢？老实交代，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？我说比苏一凡追你还要早，你信不？我可是记得之前读书的时候，你老是捉弄我。小傻瓜，难道你不知道捉弄也是喜欢的一种表现吗？那你喜欢表现可真够特别的。还好一切还来得及。明天你陪我去退婚吧，我带你去见我爸妈，他们一定会喜欢你。好。这个，还有这个，全部包起来，爸爸。爸爸。I think it's better when I'm over dramatic. 我这套衣服好看吗？果然，人长得漂亮，穿什么都好看。我跟你讲，你今晚一出场，绝对压制对方。好看是好看，不过缺少点什么。我知道了，缺少造型。喂，金助理，把最好的造型团队给我请过来。大哥，我自己化个妆就行了，没必要弄得这么麻烦吧？虽然说我还没有承认霍庭生这个妹夫，不过你既然决定陪他去退婚，咱们气势上可不能输。谢谢哥哥们。谢总。施小姐好。
妹妹，那你先化妆，我们出去等你。走吧。大哥，小新呢？女人化妆不要时间啊！再说了，我现在还没有承认你，现在叫哥还为时尚早了。要不是我们妹妹喜欢你，我连站门都不让你进。你别看我呀，你在我这儿还是考察期呢。怎么了？是不好看吗？好看，在我心里，你是全世界最好看的。油嘴滑舌。等会儿霍庭深来了，你和他多亲近一点，让他尽早娶你过门。这是咱们穆家唯一翻身的机会。爸，知道了。哎，都是石小溪害的祸，我迟早也要让你尝尝我的痛苦。哎，洪兄，不好意思，让你久等了。哎，霍兄，不要紧的，我们父女俩也才来。哎，你们家庭深呢？刚刚给他打过电话，说是已经在来的路上了，马上到。他还说呀，要给咱们准备一个惊喜呢。哎，我们马上就要成为一家人了，不用客气的。啊，对，来，小姐这里，快叫霍叔叔、霍阿姨。叔叔，阿姨好。我看不错，这不缺胳膊不缺腿，长得很标致的。是啊，我看也行。这要求，怎么感觉她家是个女的就行？你们看，这婚期定在什么时候？这个婚期定在下个星期，是我和小希的婚礼。霍庭深，两家谈婚事，你带个其他女人过来，这什么意思？她可不是其他女人，她是我最想娶的女人。爸妈，这就是我给你们准备的惊喜，我要和她结婚了。石小溪，胡闹！你简直胡闹！你个臭小子，有喜欢的人也不知道早点带回来，害得我跟你爸为你操碎心了。我看你小子就是欠揍。这破坏了两家谈婚论嫁，他们都不生气。这不是才表白吗？这立马带回来给你们见了。瞧你没出息，表白都这么拖拖拉拉的。不过呀，这次你眼光不错，这个儿媳妇呀，我是越看越喜欢。以前呀，对你没什么要求，只要你给我娶个女的回来就行。这一次呀，算你争气。霍兄，那我女儿和你儿子的婚事，霍兄，那我女儿和你儿子的婚事，你看我儿子现在已经心有所属，咱们两家的婚姻就此作废吧。那不行，这婚事咱们的父辈定下来，怎么能说作废就作废呢？哎呀，现在又不是封建社会，婚姻呢要讲个你情我愿。我儿子现在看不上你女儿了，你总不能强买强卖吧？反正这事儿不能就这么作罢。穆小姐，对于这桩婚事，你有什么看法？我听我爸的。我女儿乖巧懂事，不像你，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野丫头。爸，你别说了。小雪，没事，像这样的野丫头，我才不放在眼里。看来我对你们穆家还是太仁慈，当初就该让我大哥彻底封杀穆家，免得你们现在在我面前蹦蹦跳跳。你是叶总的妹妹？对啊，你现在还要跟我抢人吗？你是叶总的妹妹？没错，现在还要跟我抢人吗？到时候你们两个结婚，我们一家一定送上祝福。我们这就滚。凭什么他什么都能拥有，而我现在什么都没有？石小溪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儿
儿子，这个儿媳妇儿来头不小啊！不管她是谁，她在我心里就是我最爱的女人。你听听，你听听，一股子恋爱的酸臭味儿。没办法，总怕这样的生活你们早点习惯。好，我们习惯。霍庭胜，你别胡说。小西，我杀了你！霍庭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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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霍庭胜！妹妹，他怎么样了？还在急救室里抢救呢。别担心，他不会有事的。这小子硬硬的很。医生，他怎么样了？我看看人工。太好了！快，妹妹。庭胜，我好害怕，我这一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。这辈子是没有可能见不到我了，除非下辈子你躲着我。我才不会躲着你呢！我这辈子、下辈子、下下辈子都要赖着你。庭胜，我们结婚吧。不想。谁让你抢我台词了？看我头干嘛？小西，我们结婚吧。好。大哥、二哥、三哥，小子，我就放心的把妹妹交到你手上了。大哥，你放心，我会照顾好她的。小子，这么好的妹妹给你拐走了，真是便宜你了。三哥，谢谢你高抬贵手。我告诉你，你要是敢对小西有半点不好，我第一个饶不了你。二哥，我可是会一直对小西好的，不会给你任何欺负我的机会。我可是会一直对小西好的，不会给你任何欺负我的机会。啊，小西好！爸，我要结婚了，我现在就过去接你，来参加我的婚礼。哎呀，好，好，好，爸祝你们幸福啊！我就不凑这个热闹了，上次给你丢了脸，害得你们婚礼都黄了。以后你们好好的啊，挂了啊。这样大婚的日子，如果养父也能来就好了。这都结束了，宾客也都走了，咱们也走吧。是啊，这么好的日子，别耽误了好时候。再等等，还少一个人。还少一个人，谁啊？再等会儿你就知道了。爸，是你把他接过来的吗？小西，这么大喜的日子，一个都不能少，尤其是你爸。品山，谢谢你。